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冬季白菜美如笋，趁这个季节，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白菜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个白菜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，加3个鸡蛋，不用炒，不用炖，出锅柔软劲道，营养又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颗大白菜和3个鸡蛋。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处理白菜，用刀把白菜的根部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。在掰白菜叶子的过程中，如果有黄掉或者是坏掉的叶子，给它挑出来不要了。如果没有大白菜的，换成娃娃菜也可以。掰好的白菜叶子，把它放清水中，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。特别是白菜帮这里也有层又滑又黏的膜，有人说这是白菜在生长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脏东西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反正我不知道，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检查一下叶片上会有很多的虫卵和杂质，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哦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先把白菜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白菜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大盆中，往里边加2勺食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粒白菜都能裹上一层食盐。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，把白菜腌软，把白菜多余的水分腌出来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一些，再切成细丝，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，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。剁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1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辣了。再把红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红椒丁，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。剁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1个青椒，把青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青椒对半切开，把青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辣。再把青椒切成小段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青椒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喜欢葱香味浓郁一点的小葱，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。切好后放大碗中，再准备2根火腿肠，先给它对半切断，再取半根火腿肠，给它对半切开，然后给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。最后再切成火腿肠丁，也是切得越碎越好。切好后放大碗中，再往里边加小把虾皮，这样吃着会更香，而且营养会更加的丰富。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白菜腌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，白菜也变软了许多。再抓一小把白菜，用力挤干白菜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白菜放到红椒丁的碗中，全部放进来以后来调一下味，加一点点食盐。现在的盐一定要少放一些，因为刚才腌白菜的时候已经加过1次食盐了。再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1勺五香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
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打进白菜的碗中。我们1颗白菜搭配3个鸡蛋刚刚好。鸡蛋打好后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往里边加入150克普通面粉，加面粉呢起到粘合的作用。如果喜欢吃软一点的，面粉就少加一些；如果喜欢吃硬一点的，面粉就多加一些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状的菜糊就可以了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油以后，先关一下火，然后用勺子舀一勺菜糊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给它整理一下，给它摊成一个小饼的形状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每一勺菜糊呢摊成一个小饼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盖上盖子烙2分钟，烙至定型。2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，看一下现在的小饼已经定型了，再把小饼翻一下面，每一个小饼都翻面。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盖上盖子烙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烙至金黄。1分钟后打开盖子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一个小饼都翻面，依次这样重复操作。每烙1分钟给它翻一下面，直到把饼两面烙至金黄，像这样说明就可以出锅了。全程一共烙了5分钟，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白菜鸡蛋饼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白菜鸡蛋饼实在是太香了，闻着都要流口水。白菜和鸡蛋这样做特别的美味，加了胡萝卜、青红椒、虾皮、鸡蛋，营养非常丰富。这样做的白菜鸡蛋饼非常的柔软鲜香，营养足，特别的解馋，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白菜别只会炒着吃或者是炖着吃了，学会这样做，营养又好吃，用来当早餐是不错的选择。早上起来几分钟就能解决全家人的早餐，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粥都非常的不错，营养又好吃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